家好，今天和大家介绍每日一题，题号1351 Count negative number in sorted matrix。中文的话可以讲成在已经排序好的矩阵中，计算小于0的数字总数有多少。那题目一开始已经破题，它会给定我们一个指定高度和宽度的矩阵，分别是 m 乘以 n，然后里面的元素都是已经排序好了，它都是用非升序排列，所以非升序排列相当于是降序排列，也就是后面的数字只会等于或是小于当前的元素，所以就是由大到小的一个排列方式啊，不管在 row wise 方向或者在 column wise 方向，也就是不管在垂直或是水平的方向都是降序排列，要求我们返回最后整个阵列里面小于0的元素个数有几个。OK， 那它这一题比较简单，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白板解，然后推导我们的算法。然后这边有2个范例可以上，我们会用白板解。我们来看约束条件，第一条有给矩阵的高度和矩阵的宽度，就是对应的 m 乘以 n， 然后高度和宽度最小是1，最大是100啊，所以题目已经保证说不会有空矩阵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存在性的检查。进来的时候矩阵一定最少有一个元素，最大可能有100乘以100这么多个元素。因为今天规模比较小，所以可能用暴力法是可以解的。最后一个约束条件说，矩阵的元素最小是-100，最大是100，所以矩阵元素可能有正的，也可能有负的，也可能会有0。最后给了一个进阶的提问，说问我能不能找到一个 big O n 加 m 的解法，也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线性时间的解法。OK， 好，那我们来看有没有什么官方提示。官方提示说，使用2分搜寻法啊，也就是我们前几天刚介绍的猜数字游戏的那个经典的2分搜寻法、2元搜寻法，或者是用简单的暴力法。OK， 那其实简单的暴力法很直觉，就是你直接从第一个 row 扫到最后一个 row， 然后检查每一个元素，假如元素小于0，那就加1嘛。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很直觉的写法，真的在面试或是在上机考的时候，应该会被要求从最难if最直觉的写法啊做一个优化改良。OK， 那我们就用白板来看，我们可以做哪方面的改进。一开始题目已经给我们输入矩阵啊，高是4，然后宽也是4，那我们已经把题目对应的元素都已经先写好了啊，最后写下来就是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所以它是讲降序排列嘛，所以每一个水平方向一定是小于等于前一个元素啊，4降到3降到2降到-1， 3降到2降到1降到-，所以它也保证不只是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也是降序，所以4往下看降到3， 3往下看降到1， 1往下看降到-1。所以这个矩阵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象，用生活中的例子讲，其实左上角这边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这边右下角是相对平坦或者相对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这边是一个小山丘或者丘陵，左上角是山峰，然后一直往下降，然后到右下角的时候几乎是比较小的数字啊，是平地，你也可以想成低谷。那今天就是题目要问我们说，找出这个矩阵里面全部小于0的元素个数有多少。所以抽象的想，我们可以想象这边隐约有一条界限，把这个矩阵分成2半，一半是大于等于0的，一半是小于0的。最后我们关心的就是右下角这边数值比较小的，小于0的，总共有几个数字 ？OK， 那所以抽象想，我们可以想成有这个模型，输入是一个m乘以 n 的矩阵，然后左上角这边是地势比较高，也就是数值比较大，左上角自己是一块，它们都是大于等于0的数字。那另一块就是右下角这一块，右下角这一块它们都是小于0的数字。那最后我们关心的就是计算出这些比较小的这一块小于0的总共有几个元素，也就是计数 counting。OK， 那回到原本的输入的范例，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想，它已经排序好了嘛？那通常排序好，然后在里面做搜寻，我们很直觉可以想到最经典的 binary search， 因为 binary search 可以很快速的提供我们定位某一个元素在哪里的方式嘛。所以以这里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小于0的，所以我们可以使用2元搜寻法，或是讲2分搜寻法去定位现在每一个 row 第一个出现小于0的是谁啊？以这个范例来说，第一个 row 小于0的就是这个位置嘛，然后第二个 row 是这个位置，第三个 row 是这个位置，第四个 row 是这个位置。所以最后对应要计算右下角元素总数的时候，就有一个快速的计算方式。我只要拿矩阵的宽减掉当下下标的位置，就是小于0的个数嘛。以这个范例来说，这个下标是3，所以这边对应的元素个数就是4减3嘛。因为宽是4嘛，那当下下标是3，代表这个 row 只有一个是小于0的。那第二个 row 也同样道理，第二个 row 也是4减3。那第三个 row 呢？第三个 row 它的小于0的第一个出现位置是在下标为2的地方嘛，所以第3排它就有2个小于0的数字。那最后一排呢？最后一排它一开始在下标为0的时候就出现小于0的数字，所以最后一排它可以写成4减0。那最后总共有多少？
就把每一排相加，就是答案嘛。这边4减3是1，然后这边4减3也是1，4减2是2，4减0是4，所以最后相加就是1加1加2加4，就是8。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8。第一题的答案是8。OK，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其实很简单，因为它已经写成3210，所以第二个范例假如写成输入矩阵的形式就是3210，那我们可以找到小于0的数字吗？找不到，所以最后返回了之后，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下标是小于0的，所以最后答案第二题就是0。那接下来看完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有个基本的思路，我们就可以用 binary search 去先扫描每一个 row， 找出每个 row 最早找出每一个 row 最早出现小于0的位置嘛，并且把它的元素下标位置标记起来。当下这个 row 小于0的个数就是矩阵的宽减掉最早出现小于0的下标位置，所以这边就是4减3、4减3、4减2、4减1，所以基本上演算法就是一个 row by row 的 search， 从最上面扫描每一个 row， 然后记录第一个出现小于0的位置，然后用矩阵的宽减去这个下标的位置，就会是我们的答案。最后做一个加总，就是全部矩阵小于0的元素个数。OK， 那现在已经有演算法思路，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源代码实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原始码。其实这边就跟刚刚白板看到的一样，就是一开始先会有一个计数器，还有取得矩阵的宽度。接下来就是扫描每一个 row， 扫描每一个水平方向，进行经典的二元搜寻。这边就跟前一题猜数字用到的那个 binary search 其实是一样的。一开始会有一个左边界和右边界，一开始设定成0和 n 减1，因为索引的一开始第一个位置是0嘛，所以这边最后尾巴会有个减1代表最后一个位置。接下来就进行二分搜寻，每一次砍半。假如当下这个数字小于0，我们就收缩右边界，把右边界收缩到幂的减1，因为我们希望找到第一个小于0的数字嘛，所以这时候我们收缩右边界。那假如相反呢？假如当下这个数字是大于等于0，代表还没到小于0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就收缩左边界，把左边界收缩成幂的加1。那到最后这个 binary search 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左边界就会指向第一个小于0的位置，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矩阵的宽减掉最后收缩返回的索引，就是当下这个 row 小于0的元素总数。那最后依序扫描每一个 row 之后，最后会得到每一排的答案，再把每一排的答案做一个加总，那最后就是我们全部矩阵小于0的元素个数。这边做一个快速的测试和比较答案，没有问题。那一开始回到我们刚刚题目还有提一个要求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线性复杂度的演算法。好，那我们回来白板看可以怎么想出第二种解法。一开始其实我们提到的概念，可以把这个输入矩阵想成是左上角是长峰，右下角是相对平坦的地方，所以其实高的地方和低的地方其实隐约存在一条边界，而这条绿色的边界把整个矩阵分成两半，左上角在这条边界左上方的都是大于等于0的，在这条边界右下角的都是小于0的。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就可以从矩阵的右上角出发，然后跟着这条边界走，只要发现小于0，我们就让我们的位置往左边移动；只要发现元素大于0，我们就让自己往下移动。依照这个精神，依照这个思路，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条绿色的边界走。那当最后边界抵达左下角，也就是搜寻的终点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会取得全部小于0的个数。怎么说呢？以第一个范例为例，一开始我们落在右上角，也就是-1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当下这个元素是小于0还是大于等于0来决定下一步的前进方向。现在小于0，那我们就往前一个，移动到2，2现在是大于等于0，代表前面都是正的值，不需要再往前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往下踩一阶到下一个 row， 所以移动到下一阶，这时候我们就来到1。那来到1之后还是大于0嘛，表示这个 row 前面也都还是大于0，我们可以再往下踩一阶，这时候我们来到-1。那我们来到-1小于0，这时候我们可以往左边看，看还有没有也是小于0的元素，所以往左边看，这时候我们来到1，来到1的时候又大于等于0了，所以代表前面都是正的，我们可以直接往下踩一阶，往下踩一阶，这时候来到-1，-1小于0，我们就选择往左看的策略，看是不是还有小于0的元素，所以下一步我们就来到-1，-1这一步也是小于0，同时也是抵达我们搜寻的终点，因为我们已经抵达左下角了，这时候全部的搜索结束，我们只要把刚刚每一步当下记录到的下标去加总每一个 column 相对应的元素个数，就是我们最后的小于0的总数。以第一次搜索为例，它对应的 row index 是0，所以它对应的小于0的元素总数就有4个，所以这4个其实都是
小于0的。那下一次到负1的时候呢，负1这一次它对应的 row index 是2，然后我们拿矩阵的高减去2，就会得到这个 column 它小于0的元素总数。再下一次呢，下一次它又往前移动到负1，那负1这一次它的 row index 是3，然后矩阵的高是4，所以我们拿矩阵的高减去3，就可以得到当下这一次它小于0的个数是1。再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的 row index 也是3，拿矩阵的高减去它的下标，就会得到最后一次搜索的时候，这一排有一个小于0元素，所以最后加总就是1加1加2加4，也是8。所以有了这个演算法，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源代码实现。第二个版本也很简单，第二个版本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右上角出发，然后沿着边界开始往左或是往下一直移动，根据元素的正负来更新我们的下一探索方向，同时更新 counter， 也就是小于0的元素总数。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取得矩阵的高和宽分别是 n 和 n， 然后我们搜索的时候是从右上角开始搜索，所以我们会定位在0n 减1这个位置，就一开始会定位在0n 减1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起点。下一个是计数器，一开始是初始化是0，接下来就从右上角逐步探索到左下角，然后每一次更新的时候是根据元素的大于等于0或者小于0做判断。假如小于0的话，代表当下自己这个位置到最后一排都是小于0的。第一次搜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代表当下这个位置到最后一排这一排全部都是0。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加总更新的动作，就是矩阵的高减掉当下自己这个 row index， 就是目前我们遇到的小于0的数目。接下来再往左边踩一格，因为当下小于0，所以下一步向左移动一格，寻找是不是还有同样小于0的元素。那假如当下这个是大于等于0，就会往下踩一阶，因为当下大于0的时候，代表前面都是正的，不需要拜访，所以直接往下走。例如这边的2走到1，例如这边的1走到负1，都是同样的道理。因为题目提供我们一个很强的条件，就是今天每一个 row 和每一个 column 都是降幂排序，所以只要发现有一个为正的元素，就可以立即往下踩。因为当你发现正的元素的时候，更左边的元素都是正的，可以不用拜访。依照这个原则，从右上角根据元素大小判断更新方向，并且更新我们现在看到的小于0的总数。最后更新完的时候，这个 counter 自然就是我们的最终答案。好，现在我们快速测试和提交我们程式码。好，没有问题。那最后我们就完成2个演算法，一个是题目要求我们的经典2元搜寻演算法，一个是更进阶一点的线性复杂度的演算法。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复杂度分析。时间上来说，2元搜寻法它付出的成本在于内层的 binary search 和外层的弱扫描。内层的 binary search 每次的时间成本是 log n， 外层是相依于弱的总数，所以最后总成本就是 n 乘上 log n。因为内层是 log n， 外层这个 n 是弱的总数目，最后相乘在一起 n log n 就是 binary search 的时间成本。那空间呢？空间都使用到临时变数，临时变数并不会随着矩阵的成长而扩大，所以最后空间总成本就是 big O。那另一种线性演算法呢？线性演算法的复杂度也很好分析，因为只有一个单纯的 while loop 顶带，然后每次寻找的方向是从右上角逐步探索，一次移动一格，移动到左下角为止，所以最长我们只需要花费 n 加 n 步就可以走完，因为这个边界每次要么就是往左边走，要么就是往下面走，那最多只要花费 n 加 n 步就可以从右上角走到左下角，所以最后的时间总成本以第二种演算法来说就是 big O n 加 n， 因为最多要踩的步伐数就是 big O n 步和 big O n 步就可以把对应的高和对应的宽都给走完。空间呢？空间也很经济，因为这边也是使用到临时变数，这些临时变数 row column 和 counter 并不会随着矩阵放大而跟着扩大，所以最后的空间成本也是 big O。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那假如还要进阶练习这种矩阵和 binary search 的题目呢，强烈跟着做74题啊，这一题也会用到我们这一题讲到的矩阵，还有已经排序过的特性，可以结合 binary search 做出一个高效率的搜寻演算法。OK， 好，以上是全部的分析与讲解。假如还有想要发问或是讨论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欢迎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见喽，拜拜。